1.1 凶手没有出现真面目。1.2 凶手在高科技的片战里当古墓派，用一把老式手枪杀人。1.3 凶手是一个贝加庞克和我们见到了都会非常震惊的人。弹尖岛突发连环爆炸案，神秘凶手接连袭击得手，4环级别海贼团陷入危机，天才科学家遭到秘密监禁。唯一看透真相的是一个外表看似小孩，智慧却过于常人的名侦探乔巴。就决定凶手是你了，阿金。大家好，我是朱二笨。最近海军可以说是开启了全民探案模式，围绕弹尖岛这一系列事件的幕后真凶，各种脑洞大开。尾田也是不断抛出新的线索，引导我们一步步接近真相。刚刚更新的1007日企划，可能是我们最接近凶手的一次了。本来这期视频是想继续分析内鬼的身份，但就在视频做完前，钱宝师提前透露了1078话的内容，暗示内鬼很可能就是贝加庞克的6号分身约克。虽然还不是正式情报，但继续讨论内鬼身份已经没有太大意义，所以这期1007日企划的分析，我保留了前2天写完的上半部分，关于内鬼动机和贝加庞克之间纠葛的探讨，关于这整个篇章的隐藏思想，和平与战争的矛盾，挖一挖到底为什么会出现一个内奸，以及内奸到底想要做什么。1007日企划，贝加庞克的1号分身代表正直的世家，就在本体面前遭到枪击。漫画中特地给了一个枪口的特写，造型看起来就是之前海贼世界中的普通枪支。它在这个到处都是黑科技的版本里显得很复古，因为就在同一话，莉莉丝刚刚展现了神奇的泡泡枪，这么一把普通枪支就能把世家打爆，许多小伙伴都觉得很不可思议，更不理解为什么世家会飙血。其实贝加庞克的分身们是他创造出来的，协助自己进行科学研究的工具人。科学家战斗力不强也是很正常的，这些分身很可能都是生化改造人，也就是像弗兰奇、大雄这些角色一样，虽然身体中存在大量机械，但也保留了生物的部分，受伤还是会掉血。这一点之前受伤的阿特拉斯也证明过，他被陆奇袭击时，脸部爆炸的瞬间同样有血液溅出，后来也是通过人造器官技术才能快速将自己修复。明白了这点，就知道世家虽然受了重伤，但之后还是可以修复的。凶手袭击的手法很传统，在海贼世界里会使用枪来终结对手的，要么职业是狙击手，要么就是有什么特殊癖好。印象最深的就是贝基枪杀波克穆斯、豆腐朗明哥处决特拉法加罗，这些人的共同特点就是身上带有点黑帮色彩。有意思的是，贝加庞克最初的组织和平研究所 MAS 也有非常浓厚的黑帮色彩。之前出现的5巨头合影里，除了拿电击枪的加治和拿大砍刀的奎因外，贝加庞克、凯撒以及那个疑似 Miss 巴金的女性全都是持枪，而且这几把枪的细节还不一样。仔细看的话，3把枪都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异，也不知道尾田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。其中最右侧那位妹子手中的枪，枪口处疑似有2层螺纹，光明跟1007日企划袭击世家的那把枪很像。如果要强行分析的话，也许我们能把这口锅扣到司徒西头上，当然这是纯纯的瞎猜。破案讲的是证据和动机，在之前的美洲漫画分析里，我们一直在探究这位神秘凶手的目的。2个月来，他秘密囚禁了多批 CP 特工，引发了世界政府与贝加庞克的矛盾。最后派来的 CP 基佬准备消灭全部的贝加庞克。战斗开始后，他又破坏了边界穹顶，让 CP 基佬和炽天使有机会入侵到上层。这轮进攻又差点把研究所直接炸飞，但是司徒西的突然倒戈中断了这轮进攻，重新关闭的边界穹顶反而把所有人困在了上层。这时候贝加庞克因为被波尼追杀，2个人独自到了研究所深处。草帽萤火和其他分身为了寻找本体，开始分头行动，并在不同地方遭到了炽天使的攻击，也就是目前剧情最新的进展。仔细回顾一下这起事件的经过，有着浓厚的借刀杀人的味道。刀子就是世界政府的势力，而要杀的就是贝加庞克和他的分身们。那么贝加庞克是得罪了什么人吗？尾田似乎在这次的 MAS 扉页故事里给我们留了提示。MAS 的创始成员中，奎因、加治和凯撒都是狂热的武器发明家，他们开发的都是杀伤力惊人的武器。但是贝加庞克完全相反，不仅没有开发出什么杀伤力惊人的兵器，还搞出了一种可以在火药中盛开的花朵，获得了和平奖项。他显然是站在那些武器开发者的对立面，被那些喜欢开发兵器的人视为障碍。这也就是1007日企划扉页中，加治和凯撒愿意停手的原因，因为在这些武器发明家眼中，贝加庞克才是真正的阻碍，没有贝加庞克的世界会更美好。所以，如果要说贝加庞克得罪了什么人，那么最有可能的就是另一个对武器和战争狂热的分子。弹尖岛即将到来的局势也绝对称得上是正中下怀。之前1074话，在摩根斯的 Fake News 报道下，这起事件已经被炒作成了4皇与海军的全面开战。现在1007日企划开头就给了藏头丸一段戏份，按理说藏头丸现在的戏份已经不重要了，但是尾田还是安排了这场对话，就是为了借他之口，以一个看客的角度来渲染此时弹尖岛危险的处境。他将这起事件看作比奥哈拉事件更加糟糕的事态，事实上也完全没有毛病。因为发动一次屠魔令也不过是10艘军舰，但此时正在向弹尖岛集结的海军舰队已经超过了100艘，10倍屠魔令的兵力，更别提不久前刚刚消失的露露西亚王国、伊姆还有终极后手。尾田把这场大戏的场子烘托起来了，就不会轻易让他凉下去。
在路飞他们解决这场阴谋前，不可能离开这座岛屿，所以四皇草帽一伙与五老星、黄猿以及海军舰队的碰撞，是这个篇章最后最大的亮点，同时也是一场史无前例的超级冲突。对于那些热衷战争的家伙来说，这样的混乱局面就是他们最想看到的。没错，说的就是现在正在上层搞事的那个神秘凶手。如果说贝加庞克代表的是和平，那么他代表的就是战争，是另一种完全对立的思想。之前的1068话《天才的梦想》讲的就是贝加庞克的终极梦想，以全世界免费共享的能源来减少人类为了争夺资源而爆发的争斗。但既然存在这种无私分享的精神，也很可能存在想要独占所有资源、统治这个世界的思想存在。这个思路如果延伸下去，也许是空白100年那场战争的缩影。这个凶手做了这么多事，就是为了挑起一场足以改变历史的大事件。所以，虽然现在这个凶手真正的身份还没有公布，但是通过重新梳理这个篇章的线索，剧情脉络也清晰起来了。武田用未来诸国作为外包装，讲的却是古代的故事，穿插了凯撒、加治和 Max 的过去，其实都在讨论武器这个话题。强大的力量不分善恶，关键还是看如何使用。所以我们看到了和平主义者和吃电士在这个篇章的活跃表现，他们的立场随着控制者的改变而改变，即便是亲手制造出他们的人，最后也遭到了这股力量的反噬。所以真正的和平到底是什么？如果吃天使们落入了野心家的控制，他们就不再是捍卫大海和平的战士，而是能够带来毁灭的杀戮机器。这其实也是一种不自由，而凡是不自由的事物，最后都会被乔伊波伊纠正。我们曾认为胖狗勒克斯觉醒了自己的意识，反叛了贝加庞克，但如果反叛贝加庞克的是他的另一个分身，而胖狗勒克斯只是作为工具脑被利用，似乎更加合理。神秘人抓到贝加庞克却不打算杀了他，说明贝加庞克对他还有用处，而贝加庞克最有价值的就是储存在胖狗勒克斯里面的大量知识，这也是用脑果实的力量制造出来的。如果能逆者消亡，胖狗勒克斯应该也会受到影响，所以本体不能杀，但分身无所谓。那么神秘人这一系列行为的动机，应该就是想要占有这一切知识，将它们变成强大的武器，达成更加邪恶的目的，也就是我们前面聊到的和平的另一面——战争。这个神秘人是贝加庞克的反面，相信我们离真相揭开已经非常近了，期待一下接下来几话的发展吧。那么以上就是本期海贼王1007计划的细节伏笔分析啦，欢迎在评论区和大家分享你的看法。我是朱伟本，下期见啦。